我家楼下的烤肉店居然开门了，什么鬼？今大丈夫ですか？啊，2名です。我们先要了一个内脏拼盘，然后直接要了2份牛舌。这家店的特色就是大肠和牛舌。你看看这个烤到一半的牛舌，还没烤好，牛背就来了。我突然感觉我来吃烤肉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。牛舌的表面已经烤得脆脆的了，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。这家店最神奇的是，他们家居然有四川辣油。我吃进去那一瞬间，我真的。牛舌就是越新鲜越紧实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秘制牛小肠，里面的脂肪比较少，肠壁上的肉会比较厚，再来个刚烤好的脆骨，这个的口感真的超无敌。大肠也烤好了，这个的脂肪就很多了，还没夹起来就闻到了里面脂肪散发出来的香味。你看这个油水，就问你们香不香？我现在只想被这个油水淹没。离开成都之后，真的好久没有吃到过家乡的味道。再来一个，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肉再烤的焦一点，像牛舌这样的，我反而觉得越焦越香啊！我好了，猪肩肉也烤差不多了，烤肉下饭，碳水炸弹，我不胖。谁胖？最后再来个嫩嫩的猪心吧。老板看到我在拍视频，还给了我一点他们私藏的魔鬼辣椒面，这个千万不要蘸太多了，比成都海椒面还辣。所以不要以为什么日本人都不吃辣，偶尔还是会碰到硬核日本人的。这是最后的牛背，油花分布的相当均匀，烤到5分熟，奶香浓郁，嫩出天际，非常的押韵。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做个好梦，晚安，各位。天在那个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居民区里面闲逛的时候，然后发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拉面店。他家的特色是蘸面还有鸡汤拉面，蘸面的味道非常的独特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他们家叫春树，然后我们这次点了一份他的鸡汤面，还有一份他的特色的油蘸面。这个是鸡汤面，旁边的那个是青豆芽，超级香，比那个野菜好吃多了。然后老板看我们是中国人，还给送了我们一份叉烧，有3个。这种鸡汤面和国内的其实差别比较大，因为它的油特别浓，然后面条都是手工擀的细面，很有嚼劲，还配了一个调过味的温泉蛋，然后才800日元，其实不是很贵。喝一口超浓鸡汤。好的，蘸面上来了。蘸面它一般是上一碗干面，然后和一个这个肉汁，还有一些配菜，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加。先把肉放进去吧，我们。然后像这种调味温泉蛋啊，也和笋子一块放进去，怎么加不起来？然后建议最好就是面还是少加一点进去，要不然就那个嘛，因为它这个面其实不容易粘在一块，所以可以放心一点一点加，这样味道会好一些。我最早还会担心它味道不浓，但是它真的太浓了，这个肉汁的味道，而且还有点咸，再配上一个这种厚切的叉烧，真的是很满足。温泉蛋这个味道大概也泡进去了，温泉蛋其实等它热一点了就可以吃了，因为害怕肉汁把蛋黄煮熟嘛，就不好吃了。总的来说，蘸面还是很好吃的，牛逼！我这也太倒霉了吧！一大早就被学校叫去义务帮忙。学校的通知说我们拟定的开学时间是9月份，然后打开手机日历看了一下，现在才4月份。叫你帮忙其实就是帮学校分发健康包。好了，速战速决，今天午饭就吃泰国肉末饭吧。看不看？泰国阿姨人真的超好。我家楼下的热狗面包店居然开门了，来个巧克力的吧。今天上午忙了这么久，一个便当肯定是不够的。来看看超市里有什么吧。这个猪蹄看起来还可以。再来个蛋糕吧，关注我，每天胖3斤。最后再买个果汁就回家吧。到家第一件事是必须洗手。我一直都觉得全家的果汁真的很甜，所以我一般会加白水冲淡一点。本来我想再来个做作的摆盘的，但这几个东西风格实在太迥异了。先吃我最喜欢的肉末饭吧，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吃不腻这个肉末饭。蛋黄一定要和饭和在一块儿吃才好。在日本待久了，对生鸡蛋还有半熟鸡蛋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。这个猪蹄看起来还是有点料啊，感觉肉还是很多的。现在在日本还有卖卤猪蹄的地方真的很少见了，也不知道为啥最近超市也开始卖卤猪蹄了，可能是日本人的口味越来越中国化了吧。最后一个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越来越胖了吗？居家隔离久了，只有甜品和碳水才能填补我的心灵。高音儿。你们知道拍视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，包括你的偶像。但我现在是真的很紧张，今天可是要去见千万级别的博主。小梁，西西，第一次看到你。我觉得吧，美食博主进店不先去美食区，对观众的不尊重。我们直接抄捷径吧。这个好可爱。我们到儿童区了。哎，莎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帮你挠挠肚皮就跟我回家吧。为了控制人流量还得排队。我们总算进来了，先来一个招牌三文鱼，减肥就喝矿泉水吧。杏仁巧克力再来个，薯条烤鸡肯定不能少，不愧是一群美食博主。先来个布丁唤醒味觉，来吧，开干吧，戴上手套，你我就是朋友。这么大只鸡，我们要先从哪儿下口呢？那必须是最嫩的地方。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, making me blue.其实宜家的烤鸡不管是从肉质还是口感来说都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鸡胸肉，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什么油水，所以很干。原味鸡
还有他们家的三文鱼，你们一定要点，腌的太好了。平时吃三文鱼寿司，我吃2个就腻了，这种腌的三文鱼我可以吃1盘，味道会比较单调。这是我姨家最爱的甜品，杏仁巧克力蛋糕。虽然里面没有什么真的杏仁，但杏仁酱的味道真的很香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有没有？吃饱了之后还可以带着莎莎逛一会儿宜家。我发现我今天是在当电灯泡的，我只有和我的莎莎相依为命了。好的，我已经把莎莎迁移到我的户口名下了。今天又吃了很多，你们也要好好吃饭。晚安，给了给了。烧鸟，今天我们跳到这家店啊，有非常特殊的含义。它是我在东京拍摄的第一家烧鸟店。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啊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我的烧鸟处女座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烤的鸡都是用的日本非常名贵的那种土鸡，也是他们跟别家不太一样的卖点。我们现在是6点，已经到了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贵族的鸡肉和超市里面那种很便宜的鸡肉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但它要是不好吃，我不就把它那个了啊！时隔了2年，他们家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当时那个递水的小哥，好像成了现在这家店的店长啊！什么呀？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想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はした量です。别的店都是以生肉开始，他们家是以生菜开始，就是说一个剑走偏锋。我们开始吧，萝卜、茄子、南瓜、杏鲍菇，这菜煮熟了，其实我都很喜欢，但它这么理直气壮，我们也只能吃了。第一串非常的特别，全熟鸡胸肉。我觉得它高明的点是，鸡皮和鸡胸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就是它在鸡胸肉上面裹了一层鸡腿的皮，鸡腿的皮在烤的焦脆之后，就像是一层薄薄的固体脂肪包裹着鸡胸肉。然后这个是每家烧鸟店都非常卷的一个菜，就是解腻用的小菜，可以免费无限的加，直到他们家倒闭。所以是我最喜欢的。接下来是半熟的鸡胸肉，它和全熟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吃起来像果冻，配上今天现磨的芥末，有点辣，还想再来一串。这可能是我在整个烧鸟界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就是鸡脖子。CCD 也是我最爱的，我真的很花心的。今天这一串格外的弹，可能是因为它今天挑的筋比较多，就会有那种软中带脆、脆中带软的口感。但今天的鸡翅有一点敷衍，外边看上来今天这串鸡翅有点过于焦脆了，但是牙齿咬下去破皮的那一瞬间，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往你嘴巴里面喷那个油水。烤青椒吃起来一点都不辣，这一串烤的特别像成都的虎皮青椒，但是加的是照烧酱。哇，好过瘾啊！接下来是贵族版的炭烤小土豆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银杏，但是我觉得它今天像烤芸豆。然后是葱煎鸡腿肉，这一串吃多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卷葱和酱汁的味道，鸡腿的滑嫩就是为了衬托。接下来我们该吃点菜了，2串一起吃真的很过瘾。下一串是油光发亮的雪域鸡肝，它甚至还有点像温泉带的蛋黄，一口下去，一整个胆固醇就糊住了你的舌头，所以它才叫雪域鸡肝。它里面都是血，它是怎么烤成这个样子的？内脏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呢。接下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吃提灯呢？但他们家并没有，他家的特色是蛋液肉丸，它里面是微妙的孜然调味，没有藕丁或者脆骨这种丰富口感的食材，但是它在里面加了鸡皮，我操，这太厉害了！千层鸡皮啊，它其实看着更像千层薯片，它是煮好的鸡皮在烤的，油脂丰富的像在吃油渣。他家的鸡心我其实并不是很认同，我还是觉得它不应该切开烤，里面汁水都跑光了。然后在日本吃鹌鹑蛋是最幸福的，它外面是熟的，但它里面是温热，也不知道师傅用了什么办法，很怪，很好吃。今天的主食放眼望去全是料，炭烤的鸡腿肉和鸡蛋也粘在一块儿，轻轻舀一勺，像什么亲子寿司啊，肉香加蛋香加米香，就是碳水和烤串的双重满足。最后一碗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收尾，非常高级的一次体验。没有提灯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下次我们应该去大阪单独吃一次提灯。好了，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